我时常思考存在的意义，总觉得人生如同一场第一人称游戏。玩家操控角色在虚拟世界中历险，这与我们在现实中的体验何其相似。我们所能感知的一切都局限于自身所处的时空。联想到人类恰好生存在太阳系一区带，而我这颗星球上的一员竟也在思索宇宙奥秘。这到底是我的存在才得以观测宇宙法则，还是环境的巧合让人类出现，我才有机会提出这般疑问？两种说法乍看殊途同归细究，却又意味深长。牛顿笃信万物由上帝创造，宇宙法则皆为人类诞生奠定基础。然而1992年，人类首次发现与太阳系相似的行星系统，这让人们开始怀疑太阳系并非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宇宙为人类精心设计的论断也因此证据不足。随着天文学家发现越来越多类地行星，上帝创世论即强人则原理再次受到冲击。由于两种观点存在对立，人们将强改为弱，提出了弱人则原理，即人类的存在限制了我们只能发现自身所处的特定环境。这种现象有个术语叫选择原理，它指的是自然法则从所有可能的宇宙环境中只选择了那些更有利于生命产生的环境。这与幸存者偏差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换了个说法，称之为观察者偏差。这并非暗示宇宙是为人类量身打造，而只是说我们身处一个适宜生命存在的宇宙，这并不奇怪，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宇宙中，我们才得以存在并进行观察。这本质上是一个条件概率问题。由此可见，这种解释略显消极，它旨在驳斥上帝创世论强调宇宙的存在并非出于某种预设的目的。弱人则原理在哲学和科学领域提供了一种逻辑自洽的解释，但它本身却回避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宇宙为何具备这些特性？这种说法常被人调侃为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论证，仅仅描述了我们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的事实，而缺乏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支撑。同时，这一理论也难以有效反驳上帝创世论。那些相信宇宙是被调谐的人认为，即便存在观察者偏差，这种精确性仍然令人难以置信。弱人则原理还引发了诸多其他问题，例如多重宇宙的存在以及宇宙的年龄等。关于多重宇宙之前的视频已多有提及，此处不再赘述。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宇宙的年龄问题。科学家推算，我们目前所处的宇宙其年龄约为137.8亿年。或许有人会问，宇宙的年龄为何不是100亿年，亦或200亿年？这就不得不提及构成我们身体的碳元素了。因为碳元素只能在恒星内部形成，并经由超新星爆发，散布到宇宙各处，进而成为众多宇宙结构的组成部分。1961年，物理学家罗伯特·迪克推算出碳元素的形成过程大约需要100亿年，这意味着宇宙的年龄至少要达到这个数值，否则地球等行星就无法形成，人类自然也无从谈起。但宇宙的年龄也不能过大，例如200亿年便不可取，这是因为恒星的燃料是有限的。以太阳为例，这种中等质量恒星的寿命约为100亿年，科学家推算太阳目前约50亿岁，正值中年。若宇宙年龄过大，太阳可能早已寿终正寝，地球上的生命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正如宇宙年龄一样，人则原理对于给定的物理参量通常会产生一个取值范围，而非精确值。这是因为我们的存在虽然不需要某些物理参量的特定值，但这些数值通常不会偏离实际观测结果太远，而且我们所处世界的实际条件通常都在人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例如果只有适度的轨道偏心率，比如0到0.5之间才允许生命存在，那么偏心率为0.1的行星就不足为奇。
因为宇宙中拥有这种偏心率的行星数量众多。但如果地球的轨道偏心率极小，例如0.00010001，近乎一个完美圆周，那么我们便有理由相信地球是一颗非常特殊的行星。于是我们开始探寻自身特殊性的成因。这种思想有时被称为平庸原理。太阳系中的种种细密巧合则被称为环境巧合，它们源于我们周围的意外之喜，而非自然基本定律的侥幸。宇宙的年龄也是一个环境因素。宇宙历史中存在更早或更晚的时期，但只有我们所处的时代才适宜生命存在，因此我们必然生活于此时。我们的栖息地只是宇宙中众多栖息地之一，而我们显然只能存在于支持生命的栖息地中，因此环境巧合便不难理解。若人则原理争议高小，但存在一种更强的形式，尽管一些物理学家对其并不认同。强人则原理认为，我们存在的事实不仅限制了我们所处的环境，甚至对自然定律的形式和内容都施加了约束。这种观点的产生是因为有利于人类生存的，不仅是太阳系的独特之处，更是整个宇宙的普遍特征。显然，解释后者要困难得多。那么，一个由氢、氦和少量锂组成的早期宇宙是如何演化成一个能够孕育智慧生命，至少是我们的世界的呢？这无疑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正如前文所述，自然力必须恰到好处，才能使较重的元素，尤其是碳从早期元素中产生，并在数十亿年间保持稳定。由于重元素是在恒星内部形成的，因此自然力首先必须允许恒星和星系的形成。然而，仅有恒星及其内部的元素还远远不够，恒星的动力学必须使其最终发生爆炸，并且还要精确地以某种方式将重元素散布到宇宙空间中。此外，自然法则还必须使这些残骸凝聚成新一的恒星，并有行星环绕其运转，且这些行星要能吸收新形成的重元素，正如早期地球必须经历某些事件，我们才能存在一样。这条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对人类而言都至关重要。这种环环相扣的幸运简直超乎想象。弗雷德·霍伊尔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认识到这一点。霍伊尔认为，所有化学元素最初都由氢形成，氢是他心目中真正的太初物质。氢的原子核最简单，只有一个质子，它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与两个中子结合。氦和锂的原子核则分别包含2个和3个质子。今天我们知道，氦和锂也是早期宇宙大约200秒大势合成的，但数量远不及氢。然而，生命却依赖于更复杂的元素，其中碳最为关键，它是整个有机化学的基础。如果没有碳，生命能否自发演化出来，着实令人怀疑。当然，硅基生命并非完全是空想，这与碳和其他元素结合的特殊方式有关。例如，二氧化碳在室温下成气态，对生物学过程至关重要。硅在元素周期表上位于碳的正下方，表明它具有相似的化学性质。尽管二氧化硅其实因或许可以孕育出某种以硅为食的生命形式，但即便是这种另类生命，也无法尽从早期宇宙的元素演化而来，因为早期宇宙的元素只能形成2种稳定的化合物：无色晶体、氢化锂和氢气。这2种物质都难以孕育生命，更别说繁衍后代了。而且事实是，我们是碳基生命，碳原子核包含6个质子，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碳以及我们身体中的其他重元素是如何产生的？这其中的第一步发生在较老的恒星开始积聚氦时，氦是由2个氢原子核碰撞并融合产生的。这种核聚变正是恒星产生能量的方式。随后2个氦原子碰撞形成砷，这是一种原子核，包含4个质子的元素。理论上砷可以与第3个氦原子核融合形成碳，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形成的砷同位素就会立即衰变回氦。只有当恒星内部的氢燃料耗尽时，情况才会发生改变。此时恒星核心开始坍缩，直到中心温度达到约1亿开尔文。
在如此高温下，原子核频繁碰撞，使得一些锰原子核在衰变前便有机会与氦原子核结合。此时，锰便可与氦融合，形成稳定的碳同位素。从碳到形成能够思考宇宙奥秘的复杂化合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了使人类这样的生命存在，碳必须从恒星内部抛出。超新星爆发完成了这一步，将碳和其他重元素抛射出去，这些物质随后凝聚成新星。碳的形成过程被称为3阿尔法过程，因为阿尔法粒子是参与反应的氦同位素原子核的别称。该过程需要3个氦原子核最终融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物理学的预测，3阿尔法过程产生碳的速率应该非常低。1952年，霍伊尔注意到这一点，并预言铟原子核与氦原子核的能量之和必须与其形成的碳同位素的某一量子态能量几乎完全相等。这种现象被称为共振，它极大地提升了核反应速率。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种能级的存在，但基于霍伊尔的设想，加州理工学院的威廉·福勒找到了重要证据，支持了霍伊尔关于复合原子核如何形成的观点。霍伊尔曾写道，任何一位审视这一证据的科学家恐怕都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核物理定律的制定显然考虑到了它们在恒星内部产生的后果。当时没有人掌握足够的核物理知识来理解这些精确的物理定律所导致的意外之喜究竟意味着什么。近年来，随着物理学家对强原则原理有效性的研究，他们开始思考，如果自然定律有所不同，宇宙将会是怎样的面貌。如今，我们可以借助计算机模型来模拟3阿尔法反应的速率如何受到基本自然力强度的影响。计算表明，强合力强度哪怕改变 0.5%， 或电磁力强度改变 4%， 恒星内部的碳或氧就会全部消失，从而毁灭我们所知的生命形式。稍稍调整宇宙规则，我们存在的条件便会荡然无存。通过改变物理学理论，并审视由此产生的宇宙模型，我们可以系统地研究这些改变对物理定律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仅强合力和电磁力的强度是为我们的存在量身定制的，我们理论中的大多数基本常数都经过了仔细微调，哪怕微小的变动都可能导致宇宙发生质变，并在很多情况下使其不再适宜生命存在。如果弱相互作用力再弱一些，早期宇宙中的氢降全部转化为氦，导致正常恒星无法形成。如果它强得多，超新星爆发则无法喷射出外壳，重元素也因此无法散布到宇宙空间。如果质子质量仅比现在重 0.2%， 它们就会衰变为中子，导致的原子不稳定，构成质子的夸克质量总和。哪怕改变 10% 稳定，原子核的数量也会锐减。事实上，夸克质量总和似乎恰好处于产生最多稳定原子核的最佳状态。如果我们假设行星生命的演化需要数十亿年的稳定轨道，那么空间维度的数量也受到我们存在这一事实的制约。因为根据引力定律，只有在3维空间中才存在稳定的椭圆轨道，在其他维度中，圆周轨道虽然存在，却并不稳定。在3维以外的任何维度，即使是微小的扰动，例如其他行星的引力，都可能导致行星偏离圆周轨道，最终不是坠入太阳，就是远离太阳。而这都将导致我们不是被烧死，就是被冻死。而且在高于3维的空间中，物体间的引力会迅速减弱。在3维空间中，距离加倍，引力减小到1/4；在4维空间则减小到1/8；在5维空间减小到1/16，以此类推。因此，在高于3维的空间中，太阳无法维持稳定的状态，即内部压力与引力吸引之间的平衡。它要么解体，要么坍缩成黑洞，这2种结果都不利于生命存在。在原子尺度上，电力的表现与引力类似，这意味着原子中的电子要么会逃逸，要么会坠入原子核。最终我们发现，能够孕育智慧观察者的复杂结构似乎脆弱的超乎想象。自然定律仿佛组成了一个经过极端微调的系统。
如果想要改变这些参数，同时又不影响生命的存在，那么改变的幅度必须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需要微调的参数数量众多，而且每个参数都有其可能的取值范围。这种情况与我们平时调试机器设备何其相似。如果非要说这些物理定律是随机产生的巧合，那我只能称之为伪随机。你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是随机产生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敏感。喜欢我的朋友，请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吧。